呼叫老谢，你这玩意儿变了个啥啊？你说他变了个啥？我倒是经常在这个 P 开头和 O 开头的网站看到过这个玩意儿啊，这你，所以我也敢断然得出结论，老谢一定是有生活的人，最起码没少看，是吧？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嘿，好，欢迎来到少主的一道魔玩频道。今天咱们再来玩这个叉社的惊破天。之前吧，其实在变形的时候还漏了一点点细节。你好坏哟，我好喜欢。有瑕疵，所以呢，正好咱们也是来做一个逆变。顺便呢，上一次正变的时候比较仓促，也没有对比动画片里边的一个还原度。逆变之前，正好咱们先来对比一下炮型。从这个角度看，其实该有的一些元素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尤其这一块做出来圆拱拱的效果。但是下方的这一块颜色本身应该是一个灰的啊，也因为结构的关系，这一块并没有完全的还原出来。叉社的这个老鲸好看在哪儿呢？它后边的这一块造型还原度做的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整体的炮型感觉有一种压扁拉宽的感觉，也是因为变形结构导致的，没有动画片里边看起来那么的纤瘦。还有就是在炮型状态下，背后的这个尖刺没有那么高耸，再做的稍微大一点点啊。现在正式进入这一款炮机的逆变过程。首先，对吧？这个玩意儿，这很棒。拉出来，左右分开 ，Z 字的双关节，我们把它缩下去，扣住。接着拉开的这个扣子啊，整个的松脱下来，卸开手腕侧面这里的两块扣子，胳膊中间连接的插扣，把这一块掰开。另外的一边连接着整个的炮架子，立起来，下边的这个锁扣解开，好，翻折出去，背后解锁这两块根部的插槽 Z 字折叠，贴上去。现在解放这一块的维度锁扣，在这里横着竖着插的地方，稍微得用一点力气啊，掰松。一侧的手臂立起来，中间的方框位置打开根部的插扣 ，Z 字折叠把合金杆拉出以后，这个里边要旋转1圈半，它只能从这一个方向旋转，因为里边绊着。1圈半转过来之后往外撇，后方的这个转轴整个的拆松，打开。把它翻到上面去，小臂的这个盖子根部有弹簧的伸缩轴，拉起来，旋转180度扣合，顺着二头肌的关节旋转个180度备用。另外一侧我们可以先把炮架子收起来，这两个对折合起来，注意下方这里旋转的合金零件，我们把它往开倒腾一下，旋转到外侧，接着跟这里翻转，同时打开上方的扣子。180度对折下来，让这个凹槽钻过合金的这块连接处。好，再放平，再扣合。这个样子等于绕了一大圈，把它绕过来。同时下方这里拉出这一块的伸缩滑槽，带有弹簧的地方，一个 Z 字旋转，两边根部其实都有伸缩。把这两个卡子再倒过来，拳头扭正。同样顺着大臂根部的这一块旋转180度，黑色的肩胛打开插扣 Z 字拉起来，顺着这个方向拧1圈半，归到侧面来。这个时候两块就可以向中间拢起来，侧面这里的插槽旋转90度，先放下来。接着履带位置拆开侧面的这一条锁边的地方，旋转放到这里面去，然后履带边缘。双关节翻转，下方这里的插扣拆松，把它活动开。这个时候就可以顺着这里边，把它的前胸甲钻过去。注意肩膀位置的一个插槽连接，把它这里先固定扣一下。另外的一边也是跟这里插上。前方的胸板双关节翻转，折到肚子里面。收纳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后腰子这一块有一个小的挡肉零件，把这个角落的地方先翻折进来，怼进去。
这个时候顺着侧面这里多段的折叠关节，我们一个 Z 字压扁，根部这里也是可以往外拨一点点的，刚刚好把这个空间让进去。然后履带往外旋转，侧面这里有一个斜切的小三角空间，哎，顺着这个凹槽把这一块滑进去，这里插满锁住，这个才算是变形到位。这样两侧的肋部我们整理好，后背的这一块脱开下方这里所有连接的插扣位置，往上翻折。哎，这个时候瑕疵部位，在正变的时候我忘了变中间的这一块，我们从下方这里顶一下，顶起来这一块的插槽，哎，然后进行翻转，再缩下去。后边的这两块打开插扣，90度挪下来，接着侧面这里的两个边缘收到里面，顺着根部这里双关节给它拉开，翻到下方来，边翻边旋转，让这个平面对在一起，把背包的中间的这个造型哎拼合出来。前方的两块三角区先往上折叠，脱开根部这里和前方连接的一个小的插扣位置，然后侧面这里拉开，同时顶起来上方的这一块转轴的凹槽，拉伸，根部这里有一个推拉的滑道，双关节往外挪。另外的一边也是，看一下，先脱开这一块的插槽，然后根部的滑槽拉伸，再往外，就可以把这两个小三角区对折拼合。根部有插扣固定在这里，往上提起来，后边这里有插扣跟这里进行固定，咬住背包，稍微的往开掰一掰里边的空间，左右的两个插扣对应白色盖子里边的两个扣点，把它套进去。套合好之后，顺着根部这里的双段关节搓动一下，让这个白色的扣子对准，背包结合。这个时候脖子归位，侧面这里把插槽对准扣上，里外两侧其实都有定位的扣点，把它咬上去。腿部的变形翻到下面来，先把这两块挡片左右分开，侧面的两个合金小三角区打开插扣，形成它的脚后跟，然后底部这里抠着这个缝隙上下拆分出来，定到脚底下，这里是有一个扣点的，等于把它定了一个位置，它就不会来回乱跑了。上方的这个盖子先拆侧面的这一片，因为根部这里是燕尾的插扣，先把它立起来，不要折到底，因为后方这里的一个 Z 字折叠边缘这里不要卡到。我们先把这一条角拉出来，脚尖翻下去，侧面这一块包好。另外的一条角在出的时候中间这里有一个挂钩的地方，锁着它的边缘，我们手指头垫进去把它抠出来先。这个时候再拉伸，往外折叠，这一块翻折归好。现在拆开侧面这里的扣子，上方的这个盖板整个两个锁扣解开，拉到另一侧。下方这里双关节拉开，这一块的插销翻到这一侧，两条腿翻开旋转这一块，把膝盖的这块装甲挪出来，这个时候腿部才可以分开。下方炮架子边缘折进去，膝盖甲和后方这里有一个结合的插扣，打松，然后对折旋转180度，顺着下方这里折回来，填到空间里，翻折锁上，这一块脚踝归位，顺着大腿的平转关节扭到正面来。另一条腿不对称式的变形，把这一块的板子180度翻进去，侧面这里的盖子打开，然后中间的这两片翻折过来。它这里边倒是不会转乱了，因为都是单方向旋转的轴，不过你一定要夹到一个最小的空间，这个时候180度翻转，藏到腿里面去。这里进行一个蛋卷式的卷动，压缩的空间密度很高，把它完全卷进去之后，侧面这里卡住插扣，从这里看一下，它是一个6形的蛋卷卷好的样子。然后脚踝这里双关节搓动归位，
再顺着胯部很紧的转轴，90度拧过来，屁股带的这2块 Z 字拉下来，一定要拉直了再旋转。哎，侧面这里还有一个凹槽，顺着这里提上去。其实现在这2片裙甲可以进行选择，因为根部还有一个双段关节，可以拉到更长，翻出来，就填到腰子上了，看自己的需求吧。弯腰关节打开，翻出里边的后裙甲，合上。来对比一下动画片里边的效果。首先，我们来挑几个问题啊。它这一块的腿型和脚的形状没有像 FT 2.0那个样子做成弧线的过渡，因为变形结构导致了它是一个三角形的造型。第二点，背后的这一块其实对于动画的还原度来说做的也不错了，但是还是可以再做大一点点，人形稍微的大一圈，炮形也就更好看了。第三点，脖子这一块造型的零件它使用了亮面的电镀效果，看起来的华丽度是不错的，其实也能和手臂啦、膝盖这些合金的关节做一个很好的呼应。当然，这个也是为了玩具实体化以后的合金零件搭配出来的效果。动画片里边还是那种灰白色的。第4点，炮的这个造型，因为变形结构的关系，它这个炮机是一体变形的嘛，对吧？所以呢，这个胳膊啊，只能转成这个样子去弯折，它这个炮是折叠不到小臂前方的，所以和动画片里边摆出来的这个造型是有差异的。说完这4点劣势，我们再说几个优势。首先，刚才说的这个裙甲根部有拉伸的多余双段关节，就可以把它拉到腰部，这个样子会和动画片里边更加的接近啊。第二个优势，我们翻到背后来看，整个的背包造型做的是非常漂亮的，它使用了很巧妙的里外面的翻转，来把白色和这个紫色的金属漆进行了一个调换。造型方面的一些刻画也和动画片里边的原设定非常的接近，后背这根尖尖的刺一体造型也非常好，而且是一个很巧妙的质量转换的形状畸变。然后侧面来对比，也是因为这个炮机中间的合金零件太重了，这条胳膊其实有一点不举，而且也是因为这个炮不能转到正前方来，所以呢只能借一个角度。另外仔细和动画片对比，其实它这个炮是比较靠后的啊。动画片里边要按设定图来说啊，本身应该是在手腕上，而不是在大臂的后方。倒是叉摄有一个这样的变形结构，我们可以 Z 字磨盘动，放在这个位置。就更举不住了呀，这个样子折过来倒是也太靠前了。不过从侧面看，几乎是零背包的这么一个设计，其实还是挺厉害的。依旧是因为这个背后的刺稍微的有一些小，再粗一点、厚一点、大一点，来一个跨度大点的弧度，看起来会更霸气一些。也更符合动画片里边的一个造型。那么以上也是这回叉摄惊破天对于动画原作的一个对比效果啊，其实有优有劣，但是这一次叉摄让人很意外的是，它一体变形的炮，还有整体的一个不对称式的左右分开变形。其实就像之前正变时候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也是一个对于惊破天这角色变形结构非常棒的创新点。变形设计很有亮点，把玩起来特别的有新意。最终的完成效果虽然说不是100%的去还原动画片里边的样子，但是该有的一些元素、大概的体型修的也差不多。其实也能感觉到叉摄对于这一款的变形结构上面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而且在技术上面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和突破。再一个关键点，叉摄的产品相对来说价格上会有很大的优势，它不会价格炒得特别凶，所以基本上你就算吃线也可以有一个正常的价格购入，性价比方面我感觉还是不错的。顺便大家要是有老谢的联系方式，可以跟他说一下这个炮机的问题，老谢是咋想的。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